好，大家伙儿拿好自己的笔，我们呢把这个右侧小的石块先给它勾勒出来啊，往右侧走一点，来到纸张的这个底部，横着的中心线以下大约2到3指，是吧？这就是这块岩石最高的点，然后离纸张的底部还要有2指到3指吧，3指左右的一个间距啊，一个间距。然后这块岩石它的造型呢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是吧？它稍微看起来要圆一点点，是不是？稍微的看起来圆一点点。我们呢就从左侧，因为上面它还有一些小树嘛，所以我们定的这个点，在它之下去给它勾勒一层，是吧？再加一层，前方呢再来一层。这块岩石大概花多宽？最高和最低我们都确定了的。它最宽的地方，我们不要超过这个画面竖着的中心线，就是竖着中心线到整个纸张右侧一半的中心线啊，咱还不要超过。最宽也就到这儿啊，整个画面右侧一半，再靠右1指的位置。好，这些石头呢比较多啊，比较多。一层啊叠加一层。好，下方有些石块呢看起来不是特别的清晰，我们就融混在一块儿。好，中间我们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结构线啊，加点结构线。啊，在我们这种自拉的皴出来的这种笔触上方，给它适当的丰富一下。底部大家呢稍微的，是不是给它皴擦的厚重一些？皴擦的厚重点。好嘞，咱们这是最下方的这块石头哈，你可以把局部的一些结构线，比如轮廓，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带一带，给它带一带。然后在它的边角，我们一般画这种细碎的浅滩石头，不仅有混整的这种大的石块，还会有中间一些间隔的一些小的石头，对不对？好，给它加出来，然后在它边角再来一点。好，然后再从上往下。稍微的再同样的叠加一些叶片，是吧？浓重一点的墨点，把我们这个树叶，是吧？给它茂密起来，参差错落的画就行。这上面没有叠加在太多的树枝啊或者树干在上方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画面的需要，适当灵活的去点上一些就行。当然和岩石的衔接呢是比较紧密的啊，这左右之间的这些点呢，它们都有一定的连点，啊。好，再来一点点淡墨，把岩石底部这一块擦出来。它要把这块岩石染的呢足够浑整啊，足够浑整，它才能更好的去
衬托咱们旁边的这种水流嘛，对吧？好，旁边的地方我们等这种枯色的墨干了之后啊，再去染，再去染。现在把左侧平整了，它就可以了。好的，然后我们稍微的推圆啊，稍微的推圆，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的时候，再往上方走的时候呢，它又有一些斜坡，大约超过了咱们横向的中心线啊，小伙伴，咱们超过横向的中心线，大家可以看看啊，从上往下啊，从上往下。高矮的点上一些，高矮的点上一些。这个斜坡是吧？画出来之后，上方是也要加一点杂草之类的，是吧？或者杂的树叶，然后边缘直接用大笔呢给它侧锋啊擦过来就行，就是用墨色给它衔接过渡开啊，衔接过渡开。然后我们再往里边去画啊，再往里边去画，出一点小的这个倾斜的一个水流的姿态出来。水流的姿态。好，我们再从上往下。在这个石头上边点了一些杂草，对吧？好，它就丰富出来了。然后在中间，我们呢在依然是跟着这个左右两侧岩石，是吧？给它微微的加一点水流啊。好，这一侧也是一样，带上一点，带上一点就行了。底部虚一些，然后在它的左侧，左侧你看是不是又要适当的加重？因为它左边还要间隔一点点水流，是不是？好，这是最右侧，对吧？最右侧它这个画起来是比较轻松的哈。来，我们看看画面的这个整体感，左右两侧是不是开始呼应上了啊？好，右侧最重的地方，墨色最重的地方也就在这里了，也就在这个下方啊，也就在咱们的右下角。你只要把这块儿皴擦出来，后面这个画起来就都是一些比较淡的墨色，你要克制一下你自己个儿了啊，不能是横涂直抹的，是吧？随便的去点染这个墨色了。当然，这些基础的用笔啊和用墨啊，对吧？怎么去调和墨色的浓淡，怎么去控水，对吧？好，这些我们也会作为基础的教程呢，赠送给我们这个听回放的小伙伴，好不好？来，我们呢再从上方走，再从上方走，上面的一些小的细节我们先不管。这张画的大的一个瀑布感觉呢，我们一会儿再通过颜色，你可以通过颜色再来染一染啊。好多瀑布是吧？全是水啊，全是水。这个卡纸它是卡纸，本来就比较厚，就是宣纸贴到这个卡纸上方的。来，我们从整个纸张右侧大约画2到3指这么一个宽度，上方留出2到3指这么一个间隔的距离。我们把这个石块啊给它画出来啊，把这个石块给它画出来。水分控制好啊啊，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垂直一点点哈，垂直一点点。
这些画家呢是走访国内外，是吧？都喜欢画这种大的瀑布景象。好，我们把这个小用浓墨，是吧？把两头或者边角依然要给它强调一下，强调一下，顶部实，下边虚一些啊，虚一些。来一点点淡淡的墨色，是吧？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浓重的墨色，再来一点浓重的墨色，间隔大概也是2到3指啊，上方窄一点，下面呢转折的地方可以稍微的宽一些。好，我们把这个水流给它带出来。好，可以有一点的宽度，是不是？在这个水流中间加点浅淡的流畅的小细线。好，加出这个水流了哈。中间我们可以去点一些胎点在这个顶部哈，点上一些小的这种芥子点啊之类的，我们点在这个叶片岩石的上方，岩石的上方啊，芥子点是吧？高矮错落的疏密感，甚至于我们说的弧焦点是吧？茂密的植被，通过点的方式呢去概括和象征就够了，不需要你去刻画特别多的细节啊。尤其是像这种远处的地方。好，笔触之间的缝隙，我们依然是要可以减少哦，依然可以减少哦。然后再往左边走啊，再往左边走。左边的这个石滩上方是吧？也是我们需要给它加上一点小的胎点，浓重一点的哈。大致呢给它画到这里，然后我们再往左侧走，再往左侧走，拾起，是不是？拾起，然后这边宽一点，左边呢稍微窄一点，这边其实很宽，只不过我们画的是中间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我们先把这个大的三角画出来吧，画了之后再去添加细节，可能大家更有谱一些，是吧？回放在咱们的小黄车里边，永久观看权限啊！来，我们从上这个在咱们树梢这块哈，树梢这块，记住水口左右的这个转折的地方啊，基本上保持在一条横线上啊，基本上保持在一条横线上，从上往下啊，比如说拾起，是不是？虚收转折的地方大致呢带到这儿。边缘尽可能的流畅一点。好，入笔和转折的位置呢，它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
然后在这个水口的上方是吧？我们并不需要画的特别高啊，记住啊，没有画的特别的高，然后把它的这个大概的穿插或者说遮挡的厚重感带出来。大部分用干色的笔，我们在画这块岩石的时候是用干色的笔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就比如说画画的人，比如说我是吧？我有些老师呢，他可能用笔呢非常的润是吧？有的呢可能用的比较涩是吧？用的比较干涩，这个跟自己的技法的侧重的点呢也有一定的联系。你可以画的相对润一点啊，不是说一定要用不是说必须只用这个枯笔啊。只不过在画这样的小画的时候啊，我们用这种枯笔啊表现呢，它可能更容易把控墨色一些啊。因为对于很多小伙伴来讲，一笔下去水要么大了，要么画不出来，是吧？要尽量还是用淡枯一点的墨色呢，可能对于大家而言会方便一些。墨盘放到镜头当中是吗？这个有点点，好，放到这里吧，放到这里。这是我调和的这个淡墨的地方啊。然后我们来点浓墨是吧？点在这个转折是不是？点在这个转折或者说边角上面，它像是这个叶片的点，或者说杂草植被之类的都是可以的。然后底部，然后我们也给它稍微再加上一些胎点。点上一些胎点，然后浓重的墨色，浓重的墨色从上往下，可以稍微的宽一些，是吧？水口的形态呢，基本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可以把左边，比如说转折的，可以画得更平一点点。虽然方向基本上都保持的一致啊，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吧。这个横向的这个转折的水口尽量平一点点哈，在一条直线上。如果你倾斜了，是吧？这个水它就倒了，它就画的就不太一样了哈。啊，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平整一些。好，再用淡墨或者说笔尖儿稍微蘸一点浓墨，中间再添加点小的细节。添加点小的细节，有粗一点的，也可以细点。好，然后水口它也里边的线条也是参差错落，有长有短的哈。好，来点淡墨在中间呢勾勒一下，笔里的水分不用特别多，越是小的笔啊，你控水啊可能更方便。淡墨把这个下方好给它画到这儿，然后左边在这个水口当中啊，是吧？我们还要添加一些，比如说水流也好，间隔的石块也好，
都给它丰富出来。OK， 现在依然用的是狼毫，可以用尖毫哈，可以用尖毫。右侧我塑造的就是用的这个浓墨呢还比较多，左边我们在画的时候淡墨就可以少一点点了，不对，重墨就可以少一点点了。在这个石块中间是吧，依然是可以来一点点，来一点这个间隔的这种小石块。你看，为了让它浓重一些是吧，本来比例很枯涩，咱就画慢一点，画慢一点，它就吃的墨就多了。好，然后再往下方走。到这个瀑布的左侧，我们其实也要给它找一点点轮廓的哈，找一点点轮廓，给它衔接到纸张的边角去。然后中间画的这些小的笔触是吧，流畅一点，带出这种水的流畅的方向就可以了。流畅的方向。以淡墨去衔接它的底部。瀑布的边缘，瀑布的边缘，这个左侧的边缘，不能让它完全看不清了，稍微有一点明显的笔触，就区隔开它的这个造型，是吧？区隔开它的造型就行。然后在它的两侧，左右两侧瀑布，是吧？或者岩石，为了让它们区分开啊，我们还可以，比如说把这一块的岩石皴擦染的，塑造的更加的浓重，对不对？前后的关系，它才能对比的更加明确，是吧？适当的去加重一些小的细节的地方。有这个同款的纸张是卡纸，然后你可以挑选这个65×33和这个65×45的这两个尺寸的纸啊。好，在转折地方是吧？稍微的去点了一些胎点，点了一些胎点。这块大家画的如何了？可以看回看吗？你加够了之后都可以看，都可以看。其实发现了画后面这块是我们没有花多长时间是吧？因为这块它没有特别多的繁多的这种细节，需要一点点的去给它刻画，把基本的造型和墨色关系把握出来就可以了，对吧？好，那么远处呢，山峰是吧，或者山顶上方、浅滩上方的岩石啊，我们也要给它勾勒一下。在这个大的三角，大的这个三角这里是吧？山顶呢，我们可以是不是上方的这个浅滩，我们可以微微的塑造一点。
在这个山顶的边角，你看我们是用一些有稍微浓一点点的，当然不能比前面的浓哈的点，去体现一点细碎的小的岩石、礁石在这个河滩边缘，来让这个造型呢看起来更生趣一点。好，我们依然是在这个转折的这个斜坡这儿上方啊，用浓重一点的墨，稍微的给它点一点，稍微的给它点一点哈，高矮错落的点。再来点淡墨，把左边跟左侧的岩石是吧，我们给它衔接起来，画面看起来会更加连贯一些。每天必须吃大白兔。好，如果你早上起不来是吧，上班呀，那你可以来一颗大白兔。咱不能在赶路的时候低血糖了，是不是？啊，周末了也可以来点开心果，边吃零食，吃着开心的果啊，画着开心的画，这多好呢，多惬意的事儿。好，然后我们呢再来给它稍微的用一点点淡墨，是吧？把这一块也稍微的加一点水流，对吧？就可以适当的给它染一染了。把前方还要给它染重啊，染重了之后对比效果会更明确一些。把大效果画出来，再来整体的调整。是吧？把大效果画出来之后，再整体的去调整。来，从上往下，是吧？把大的这种水流，这块水流是也要给它染一染。然后用淡墨的方式把咱这个左侧这个石坡是吧，间隔的礁石，好擦了一擦，对不对？好嘞，是吧？它就效果就要平整啊，衬托的更加的明确一点啊。左下角这侧岩石它都不会有明显的留白，是吧？我们呢都要给它加重，该加重的都给它加重。好，适当的用淡墨的方式，把这个水流或下面云雾升腾的这种植被，是吧？它们衔接。好，然后我们再来点淡墨哈，特别淡的墨色，把咱们这个山石的远山边缘或底部的位置给它加一加。好，用了一点点淡墨哈，不需要画的特别的多，多了呢就不太好了，就过了。然后用一点淡墨把我们的山顶的地方，就是这个水流上方，是吧？水流的上方平坦的这个水流，我们用这种淡墨从前往后给它稍微的擦一下。
稍微的擦一下，这样的一个是吧？平整的转折，就像你这个台阶，我们上楼的那个台阶是一样的，这样对比的关系呢会明确出来。就是体块嘛，顶面、侧面的这种体块强化出来之后，空间感会更强，是不是？会更强一些。大家在这块画的如何了？来晚了是吧？帮老师点点赞。好嘞，如果方便的啊，如果方便的就可以呢，就是尝试自己画一画。比如说课后，如果你有了回放，你自己呢就去多看一看。如果你不太方便呢，那你可以在课上啊单独的这个局部的练一练，是不是？或者说你先听一听，甚至于啊点点赞，点点赞也是可以的啊。好，然后我们一般都不给看条墨的，哎，下次呢我们专门把这个墨碟放到外边，好吧？这又不是什么秘密，有的时候就是放到桌子上，放在这个画上啊，就怕打翻了，是吧？打翻了那就尴尬了，对吧？在岩石的边角，是吧？我们微微的带点水的波纹，是吧？微微的带点水的波纹，不用画特别多啊，不用画特别多。好，然后再从上往下，是吧？我们给它带一带，主要在右侧的这个边缘的位置上哈，有一点就行。左边我们不用怎么管，左边不用怎么管。左边你可以比如说在这个边角点一些高矮错落的胎点，可以省很多墨的钱是吧？是的，我的墨一会儿浓一会儿淡怎么办？是不是因为你的纸不太稳定呢？啊，是不是有可能用的是机器生产的那种宣纸啊？回头呢，我找到合适的宣纸呢，可以给到大家推荐，然后当然也可以给大家说一说怎么去分辨这种纸张的好坏，自己以后也可以去挑选。这块儿大家跟的怎么样了啊？如果基本上都跟上了啊，如果基本上都跟上了啊，来敲个数字一，好不好？不管是眼睛跟上也好，还是咱们的手跟上也好，可以敲个数字一哈。画一些水雾是不是更好？那种已经弥漫的都看不清水雾，什么都看不清了，对比大家周边都没有对比了，就画到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画的就比较过啊，都画的比较多。今天染色吗？大家想染色吗？想染色的啊，敲个数字六啊；不想染色的敲个数字一。我们看一下啊，不想染色敲数字五吧。刚刚敲了一，对不对？啊，这其实也是一张完整的水墨的作品。想染色的比较多是吗？好像对半开耶，哎，一看就会是吧？一画呢可能就废了，这怎么办呢？有的想染，有的不想染。好，我们简单的来染一点点吧，好吧？简单的染一点点。好，不想染色的小伙伴可以就不染了哈，就不染了，这样就挺好是吧？好，我们可以简单的染一点颜色，我们用点赭石吧，用点赭石是吧？把我们的岩石呢给它衬托出来，当然稍微的加点花青啊，拿出我们的颜色来，在哪儿落款？在它左侧啊，左侧，这就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他画了好多这个系列的这个作品啊，画了好多个系列的这个作品。好，用一支干净的笔，现在可以用一支狼毫，或者用一支羊毫，或者一支干净的提斗都可以的。怎么控制笔中的水？拿一支试笔的纸，拿一张试笔的纸吸毛笔的笔肚，对不对？就把多余的水分给它吸掉，就这么简单。好，用浅淡的这个赭石色啊，把我们的岩石，之前村染过的地方，用颜色再走一遍，用颜色再走一遍，包括这一块也是一样，顶部
把这个岩石顶部用赭石色染，亮的地方嘛，亮的地方用赭石。刚刚应该有人截了图的吧？截了图就好啊，对吧？有小伙伴没截到图啊，截到图的小伙伴可以在群内分享一下啊，在群内分享一下。好，我们用这样的水，淡淡的赭石色啊，淡淡的赭石色，把顶部染了。边角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其他颜色去衔接，就是留白的地方或者偏顶部的地方，我们都用赭石色去给它染。中间间隔的这些石头，我们也不能放过啊。好，远处的。大概把这个岩石是吧，需要用赭石色染的地方是吧，染出来了。好，染出来之后，我们要用点花青呢去给它衔接啊，用花青衔接。颜色一染，画面就亮了是吧？因为颜色它会更加增强画面中的对比，所以你会觉得它亮了。好，把笔呢洗干净啊，洗干净。好，淡淡的这个花青啊，淡淡的花青，把咱们的这个岩石的底部是吧？因为上次大家画过一个瀑布，对不对？比较大的那个瀑布。今天我们又带大家画一个淡淡的花青色。淡淡花青，把咱岩石的底部或者树叶里边啊，把树叶里边都用这种淡淡的花青给它染一染，有了更多的对比。好，树叶里边哈都是花青。那么水流的底部用更清、更透的颜色，是吧？花青透透的颜色，稍微的带一带啊。干一点之后，它会更清透。现在没有干，它现在比较浓重。好，再来。好嘞，好嘞。
好，画面的效果出来了吧？好，清清淡淡的染一下，染上一点点就够了。你如果说想要部分的颜色更加的跳脱，更加的明显，你可以适当的去加重它的这个赭石，比如说在这个边角，是吧？你需要给它加重的，可以丰富一下，厚重一下。然后我们呢，可以比如说中间是吧？你自己想要去强调的地方，微微的加就行。其他地方呢，就不用去过多的去染了，过多去染就过了。好，这里边的叶片都给它染出来了。这画家叫黄君璧，是吧？黄君璧出生于广东那边，有没有广东的小伙伴？好，这是你的老乡啊，你也可以画一画你们老乡带来的这种景色，是吧？人看到水呢，总是会兴奋的。这是一种情绪，这种画水啊，画大的瀑布景象呢，更多的是一种，人的一种情绪的宣泄和贴近自然的一种感情。那如果说我们自己平常是吧，也喜欢，你总喜欢到一些公园，甚至于到一些湿地公园或者说一些山林之间呢，去感受一下这种自然的美景，是吧？那你总是有一些让你沁润心脾的地方，是吧？好，这是我们呢带大家画的这张黄君璧的这个叫伊索菲瀑啊，这个就是在国外的一个景象哈，他去旅游之后，归途之后呢画的这张作品，用的笔提斗也好，这样的提斗也好，还有我们的狼毫，还有我们的这个羊毫，都在那个套装的这个笔里边啊，你可以自己去挑选，自己去挑选。也用到了这个小红毛啊，也用到了小红毛啊。颜料呢就是那个24色的春江万物，春江万物啊。如果你是基础小白，你可以呢看咱们的这个，你可以用玛丽的12色都是可以的，好吗？当然，我们今天给大家说了我们的回放，下周今天周日了嘛，下周我们就开始，周二就开始给它更新基础教程了哈。好，如果还没有上车，没有进入到咱们直播回放的小伙伴，抓紧喽！过了这一春呢，你又被落下了啊！今天也算是差不多最后一天了啊，差不多最后一天，还有最后一天。落款的内容就是由伊索菲瀑归来所，大概什么样子？我看一眼啊，看一下这个图，放大一点。由伊索菲瀑归来画于乙酉年，就是乙酉年大概夏季吧，然后作者所绘制，看的不是特别清晰，乙酉几月哟？所以就大概写一个瀑布的这个作品的名字，或者说这个地点的名字，然后呢，是归来或者说什么时候画，然后呢再写个时间和人名就可以了。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始更新，就是我们送这个回放课程里边，我们会给大家赠送这个基础的教程嘛，就是在下周，也就是明后天，我们就要开始陆续更新了。大约依据的是周二，所以呢就剩下最后一天了。所以你要想着跟着我们一块儿系统的来了解和学习那么你就可以抓紧上车了哟，好不好？落款在左侧，然后我现在呢给大家拿一个挂历，我们看看能不能画一块挂历，以这块的时间。挂历呢它是比较小的，新的一年就到了，对不对？新的一年到了，咱们呢可以画一个挂历挂在自己家里边，甚至于可以作为亲朋好友一种新年或者年末年初的礼物，对不对？这个呢就是23年是吧？是兔年，这个挂历呢大概的尺幅也就是33×33的一个大小，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呢画一个什么样的内容？我找一个我们也找一个这个画家的，来，大家画一个
案例图，我把这个图插在这儿。如果你的这个这个叫什么挂历已经到了的话，那就可以我们一起来尝试的感受感受。我们就画这个吧，其实很快的啊，很快的就可以把它画完。如果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挂历的，可以拿一个方形的纸张，我们也可以带你画出来。雪景是吧？好，雪景呢？好，这个给你约上好不好？燕妮同学，雪景咱们在后边某个节气合适的时候就带大家画，好不好？好，咱们再继续来把这个水流瀑布这个小的浅滩啊，小的浅滩叫风帆出峡是吧？把它给画出来。工具材料其实还是刚刚那些啊，还是刚刚那些。班级自动生成，对，自动生成的。来，我们以浓重的墨色哈。首先，我们大致确定一下，这第一块岩石右下角这块岩石大概在哪儿？我们虽然没有十字线，我可以通过语言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大约位于整个画面是吧上下的差不多1/3的地方吧，差不多1/3的地方。最宽的地方呢是吧？左侧流出不到一个颜料管的间距，差不多一个颜料管，差不多一个颜料管。来勾勒它，我们来画出一个小的瀑布的一个不是小的一个浅滩的景象哈。瀑布截图一会儿给大家截，好不好？我们把这张先给它搞定。在画的时候呢，从底部往上，我们呢再来画一个大约2指这么一个高度，给它画一些小的细碎一点的细块一点的石块。这个是特净的这个宣纸哈，它做的这个纸做的这个。挂历，它的这个纸张呢，相对来说要更深一些。当然深一点呢，它的这个呈现墨色的感觉呢是挺好的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尝试一下啊，去尝试一下，然后再从后方走。好，淡一点的墨。我们在画底部的时候，墨色它都比较浓重啊，墨色比较浓重。好嘞，然后我们在它左侧的底部，是吧？有一些宽窄不一的这种岩石的轮廓或者说造型啊。当然，在我们的这个回放的课程里边呢，在班级群里边，我也会给大家一一的点评大家画的这个画面。在岩石交叠的地方是吧？我们直接给它皴擦一下，你们觉得这张画我们需要花多久把它画完？我们争取20分钟是吧？画完让大家干中午饭，好吧？要下载学浪 APP， 购买了不用着急哈。有的小伙伴呢可能不会操作啊，有的时候呢就特别着急，没关系，一会儿我给你带你操作一遍就可以了。好，如果你在粉丝群内它会有一个视频给大家操作的讲解。好，买了这个就永远归于你啊，你可以永久观看啊，只是你现在可能还不知道在哪儿去看，对吧？在学浪 APP 里边下载了之后，用你购买的这个抖音号登录就行。好，这个斜坡大约是不太规则的一个，我们说也可以偏梯形吧。底部我们一般画岩石就什么大小相间，是吧？高矮错落一下啊，然后再画这个石块，从左向右去交叠一些结构线，饭也不做了，卫生也没心情了，一心跟画当中。周末我们应有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好，周末应有的态度就是啊，有什么事儿咱们周一再说，对吧？好，我们把这个顶部，把咱们的顶部给它皴出来，啊，给它皴出来。好，这个你看黄色的这个边缘的这个包的这个边儿是吧？画上去了，还可以擦得掉，还可以擦得掉啊。这左上角它会有一些杂数，我们先不管，把这种交叠的结构线给它带出来。看一下墨盘就在这儿。我们这张画足够小，而且用的浓重的墨比较多，我们就不用太多的碟子了。
构课的流程，我一会儿给你操作一遍，带你操作一遍就知道了。好，从下往上啊，从下往上。我们把这个岩石底部它需要加重的地方呢，可以稍微的加加。好，有的小伙伴可能为了追求观赏性，不太喜欢这种浓墨重彩呢，你就可以稍微的少皴擦一些，是吧？少皴擦一些，就不要用那么重的墨嘛。其实也是在交叠的结构的地方，是吧？交叠的结构的地方，我们给它适当的皴擦。在皴的时候，我们皴出来的墨色，你看干湿浓淡，或者说这种恣意的笔触，我们都可以用上，都可以用上。好熟悉的声音是吧？好，然后从上往下，我们呢再来，在一些结构线的地方，是吧？我们稍微的皴擦。底部给它加重，稍微的加重了一点。上方我们还是要留出一些染色的位置啊，染色的位置。好，这种就是宣纸，它这种宣纸的味道非常的就是晕染的感觉呢非常强，就是这种水墨晕染的偶然性呢会更突出一点，更突出一点啊。好，然后我们在它左侧，在它左侧。我们来画一点小的这种叶片的草之类的，是吧？用这种小的墨色枯枝枯墨一点点的地方。好，欢迎新进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可以点左上角头像加关注哦，加关注不迷路。以后每次直播都会给你自动提醒，你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笑语伤害。当然，点亮黄色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粉丝群，获取高清大地图和工具清单。都是提前一天呢，通知给大家。好，然后这个上方我们要通过一些笔点，是吧？通过一些点的方式，让这个画让这个树茂密起来，茂密起来。好，这是我们用的这种类似于胡椒点也好，或者芥子点也好，让它给它点出来的一棵树。然后旁边我们在画的时候，我们要给它换一换这个就有点像松针的感觉，是吧？我们推进一点，大家可以看到整体，是吧？忙中点的，差点把自己给点出去了。好，不用手忙脚乱的哈。然后再来右侧来，好，右侧来，把这个树给它茂密的，是吧？添加一下。边角不用特别的平整，不用特别的平整。底部我们可以适当的，比如说点上一些苔点也好，或者出一些枝也好，让它多一些映衬的和对比。好，亮和这个黑和白的对比是不是非常的明显是红色内心不喜欢，红色内心那个是用来写书法的，应该是可以挑选的哈。红色内心用来写书法，比如说家里写个福字，或者写个吉语是吧？写个吉祥语是吧？好，这是我们左下角比较浓重上方在画的时候，我们在画的时候，记住下边浓重了，我们远景呢就可以画的更淡一点了，对吧？淡一点了，是吧？几分钟就把前面这个斜坡率画完了，远处这个呢它就更快就更快。自己画一个这样的挂历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且很惬意的事儿，很有纪念意义的事儿，是吧？新的美好的岁月呀。
新的蓝图，由自己主笔去描绘新的锦绣的画面。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个斜坡，它就画大的这种转折，大的这种造型。好嘞，是吧？一层叠加一层。当然，到这个转折的底部的地方，墨色相对比较厚重。那这个厚重的点呢，我们可以用这种枯色的墨带一带。中间要间隔出这种水流哈，间隔出咱们的水流。今天用上了是吧？好，这些笔都是我自己旁边这个实际使用过的这些材料，在我看来是用的比较趁手，性价比还是比较合适的。啊，底部呢，我可能滋拉的啊，是我的笔比较多哈。这个呢，就是你画熟练了之后，是吧？这些对于这种墨块的处理啊，或者对春擦的处理啊，都可以更加的灵活，更加的这个自由啊。当然，自由的基础是你肯定是要先对这种内在的秩序呢足够的掌握，你才能够在这个相应的规则之上呢去自由啊。你不是说你啥都不会是吧？你开始自由，那是没有根基的，对吧？那样的话，画出来的画效果可能就不太合适，不太合适。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侧的斜坡，底部这里呢，我们可以稍微的再加一点儿，好，添加一层比较浓重的墨。这一侧的底部，它的墨都没有前方的这么浓啊。网卡了，下次我们找一个网络环境的通畅一点的地方。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侧的小的石块，是吧？10分钟，我们把画面的大面积都给它画出来了，大面积都给它画出来了，是不是？好，接下来我们呢稍微细致点去处理，怎么去处理呢？拿出我们的小的羊毫，拿出拿出一个干净的碟子吧。我们刚刚加墨的那个碟子呢染了颜色了，用一点淡墨给它衔接过渡的更自然一点点，好吧？用一点淡墨，我们需要一点淡墨，因为这种小画为了增强它的是观赏性，对不对啊？我们所以在过渡的地方啊，墨色衔接过渡啊，就要做的稍微细致一点点，可以稍微的留意一下啊，恣意的这种擦的这种太多了之后是吧，显得毛毛躁躁的，那么我们可以稍微的用这种淡墨的方式来统筹咱们的画面。有的地方如果目前发不了货的话，回头我们可以跟客服呢交流一下，好吗？就是你购买商品的那个店铺的客服交流一下，如果快递或者物流上有一些疑问，那你就可以问问他。好，淡淡的墨色。
左边是吧？左边，咱们从左往右适当的再来染一染，大块的石头是吧？就画出来了。然后再从左边来，这块岩石可以跟左右岩石的高矮呢差不多啊，可以差不多。当然，这左边画的这个岩石啊，墨色可以相对的淡一点，相对的淡一点哈。两块岩石没有完全的交叠上，好，然后给它适当的去勾勒一下。书已经收到，还有开心果。好，这个时候画画的时候就可以吃上啊，可以吃上，来它2颗。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个近景的地方，然后来稍微来点胎点，来点胎点，胎点点在岩石结构，比如说偏顶部，是吧？稍微墨色呢淡一点。有很多小伙伴点这个胎点的时候，容易什么一组一组的，是吧？3颗3颗3颗的点，5颗5颗5颗的点，啊，要注意像疏密的数量上的多与少。比如这儿点个15个点，是吧？假如说啊，这儿点个7、8个点，啊，形成一种疏朗的一种节奏感啊。要是你太过于这个平均了，画面它看起来有点呆板啊，有点呆板。开心果大白兔是你今年的年货，好好。然后我们再从上方，对吧？在这个斜坡上，它可能又有一些小的树枝之类的，我们可以给它稍微的丰富一下。好，周末在家，大家伙儿在自己做饭吗？周末自己搞点好吃的。然后呢，画一张画。当然，我们画画的时候呢，大家做饭呢要注意一下，不要撒盐撒多了啊。一会儿可能呢，别炒菜的时候给炒糊了，那就不太好了。好，在左侧我们呢疏朗的适当的加了一些这个什么枝桠，然后在这枝桠里边，我们同样要点上一些胎点，对不对？这么大块岩石，它就仅仅是一块岩石，那不显得太过于单调，是吧？然后我们再用这个淡淡的，是吧？我们用淡一点的颜色去点墨色，去点这种叶片，去点这个叶片，然后在这个叶片上方，我们呢再来适当的给它丰富出来。挂历就是上方是那个，这个应该是净皮特净皮纸做的特净纸做的，是具体哪个链接呢？我没太注意，一会儿可以呢打开小黄车带大家一起扫一眼，扫一眼。好，现在的扫一个年货，可以扫一个咱们这个什么挂历啊。但多来画2个也是可以的。好，从上往下，我们来勾勒，拿出勾线笔啊，拿出勾线笔，把大体的姿态勾勒出来就可以。拿出勾线笔，我们从上往下从上往下，我们给它勾勒一点点的这个小线条啊，小线条，勾勒点藤蔓，对吧？好，有点藤蔓在这个画上呢，它看起来，多一些这种古意，或者说
野意一点的味道吧，也是野一点的趣味。好，垂落到这个画面下方，甚至于勾一些这个什么绕一绕的这种环状的线条在里边都是可以的。可以看这个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哈，它里边有相应的这个规格和价格的介绍。然后比如说边角你要出一个支出来，是吧？来丰富一下都是可以的。好，接下来我们呢把这个小船画出来，再带一个远山啊，带个远山就很快了。画这个小船啊，依然可以用我们的小红毛，用我们的小红毛吧。画不同物体的大小或者使用不同的技法的时候，肯定就要换一下笔，对不对？就要换一下笔，让我们的绘画成为大家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兴趣啊。闲来无事的时候呢，就可以画一画。好，先把这个小的帆船吧，这个帆布给它画出来，大约在这个左侧一点，在这个水口2块石头间隔的这个水口的位置，从上往下倾斜着，左括号，左括号啊，这是帆布的造型啊，上面有一个桅杆，对不对？有个桅杆，风帆出峡，很明显这是一个大峡谷，是吧？好，这个小帆船儿给画出来，上面可以画一个火柴人儿，是吧？一个大的小椭圆，一个大椭圆，一个小椭圆，嗯，立在那儿就可以了。好，然后我们呢，适当的给它皴擦啊，用我们的淡墨把远山是吧带出来。这些其实都是需要用颜色去给它区分的啊，用颜色给它区分。好，前面重一点，远处的这块岩石我们就让它淡一些，淡一些，然后用赭石色的方式呢去给它皴擦。左边底部。好，我们稍微的拿出我们的勾线笔哈，勾线笔来勾一些它水的波纹，水的波纹。好，勾勒一下水波纹，从上再往下。勾勒的水波纹呢，弧度不用特别的大。啊，微微的带一带，我们不用全部都给它画上啊，适当的，越远的地方，咱们这个弧度呢就可以越来越小。
水波纹带出来之后啊，画面呢，我们说一般以这种曲线，它往往就能带出一些的动感，对吧？加了这种水波纹的画面呢，我们说一动一静，有了这种视觉的一种张力，或者说多多少少有了一些节奏的对比。不勾水波纹，对吧？好，我们中国画一般不是讲究吗？我们说静水无波，流水无痕。它很多时候呢，通过这种虚静的留白啊，它就可以体现出这种一种苍茫而且呢幽僻的宁静的一种视觉的感受。在岩石的边角，我们可以稍微的，还是带一点水的波纹在里边哈。好嘞。但这个水波纹画的方式也有很多，我们也会把它放到那个基础的教程里边，让大家伙儿更明白、更明确，是吧？它绘制的一个过程其实也不是很复杂。当然这个东西是练线条，就是对基本的这个用线的感受啊，我们要足够清晰足够清晰。好了，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染色了啊，可以染色了。稍微的染一染远处呢，它是有我们稍微的要把这块岩石哈加重一点点。是云雾也好，或者说是一些不经意的笔触也好，我们稍微的带一带。好了，我们呢这个今天大家画的这个日历，我们开始来着色，拿出我们的这个花青的这个颜色来啊，花青和赭石就两个颜色，依然是这两个颜色，用干净的笔，很快就可以出效果。你看是不是20分钟？但我们超出了几分钟啊，超出了几分钟。多勾勒了点水波纹啊，你可以不画这个水波纹，如果你画的容易出问题，是吧？那就先不画。其实不画，它也同样也可以不影响画面的这种完整度啊，不影响完整度。淡淡的，在咱们岩石的边角或者靠底部的地方，先用赭石色来染出来，左边是吧？也是一样。然后我们稍微的染一染这个远处哈，远处的地方。然后接下来用更淡的这个赭石是吧？把这个大块岩石的边角给它带出来，画的清爽一点。好，画一支干净的提斗，或者说我们的白云笔，染色一般用白云哈，记住了。花青调和开，不支持发货呢，你就先缓一缓，先缓一缓啊。花青把我们岩石顶部的地方，对吧，给它染出来。你可以画的慢一点，好像没有干的地方，这个一直去画呢，它就容易
把之前的墨好像都给晕开。我们尽可能让这个画儿看起来饱满干净一些。你自己在课下画的时候，你就慢一点，好吧？我在直播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稍微的这个什么，注意一下这个呈现的时间，对吧？太慢了，是吧？小伙伴看的就不耐烦了。你自己画呢，你就不用着急了。好，是吧？大概的一个轻框的这个山石的效果出来了。前景你比如说感觉不够厚重，还可以再来加一点儿，再来加一点儿。左边儿你甚至于可以加点藤黄在里边，加点藤黄，多一点颜色的变化。OK，远山用淡淡的这种藤黄加这个花青是吧？形成的芝绿色，我们来把这个远处的山石啊，对不对？树叶呀，好给它带出来，甚至于把赭石色都可以扫上一点点，扫上一点点。好，这个画看起来就相对完整丰富一点了吧？好，然后我们水面，对不对？水面也可以用点花青，是吧？用点花青，给它扫上一扫，淡一点啊，淡一点。把你勾完线的地方，用这个花青色，是吧？适当的染上就行。好的。OK，这，好，我们把这个水面花青啊，给它点染出来。好，点染出来了啊，还有小船只是吧？我们稍微染一染。我们还是花了30分钟啊，好，慢一点啊，慢一点。好，小船儿是吧？点染出来啊！你看我们这轻旷的一张小品的风帆出峡，我们就画出来了，画的一张挂历，对不对？哎，你可以在自己画的时候呢，还可以再稍微细致精致一点点，都是可以的。画这么一张画是吧？短短简简单单的时间啊，让这种中国画的这种山水的景象是吧？来陪伴我们美好的岁月啊！新的一年呢，马上又要开始了。用画画，我们说画画呢是一种生活，用咱们生活来治愈生活啊。生活之余呢，你也可以吃点开心果，来点香甜软糯的大白兔啊，让我们的生活呢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愉悦。带有微笑的弧度的开心果啊，让你的周末在画画的时候呢，也可以更加的轻松哦。前面那张画截个图可以的啊，这个截好了吗？截好了敲个6啊，截好了敲个6。树还用红吗？就不用了，因为里边都没干，你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再往里边去点。最后强调一遍啊，最后大家强调一遍，就是我们的那个
购买回放课程，对吧？我们的课程呢是陆续更新，但是我们下周今天就周日了嘛，下周我们大概周二啊或者周一，我们就要开始更新我们的这个基础教程了啊。零基础的小伙伴或者想要以后跟着我们一起来跟直播学习绘画，是吧？一节课一部电影的时间，让你收获山水的美丽，好不好？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山水的基础技法啊，跟上我们的节奏，跟上大部队，是吧？守望相助啊，彼此前行。那在我们刚说的那个回放的课程赠送的基础课，我们就在下周就开始了，所以呢，抓紧时间喽，下载学浪 APP 啊。好，这个截完图了是吧？截完图了，行，我就拿走了。这个是我们刚刚画的那个瀑布啊，把它推远一点点。这是我们刚画的这个瀑布，稍微推远。我把这张案例图给取消了啊。好，有些地方可能稍微晕开了一点，哎呀，感谢咱们在刷榜的星星小姐姐、菊妹、心语心愿，还有咱们的慕容雪儿啊，包括冰、宁静致远、新月，还有梦之夜、已重至、水中仙子紫嫣，感谢各位啊，还有秋日啊、风轻云淡、一意孤行啊、钱多多、甜甜啊，谢谢小伙伴们啊，好。那么这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带大家画的这2张作品哈。好嘞，各位小伙伴，大家今天上午也辛苦了，早点去干饭吧。